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在今天这期视频里呢，我们还是去看一套纽约长岛的学区房。这个学区呢，还是在 Great Neck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，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。虽然呢，它也是一套 co-op， 就是没有独立产权的房子，但是我们之前看过的，无论是 co-op 还是 condo 呢，它都是一栋楼一栋楼那样子的，就是和国内的那种公寓楼很像。但今天这套呢，它更独立一些，更有那种联排小别墅的感觉。另外呢，今天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些 co-op 比较具体的注意事项，给大家举一些例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完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。我们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在美国投资房地产，尤其是美国东部看房买房的一些经历和经验。最早呢，我和我的摄影师老麦开始研究房地产，是希望能有一些被动收入，也就是 passive income。我们想要研究一些副业，所以才开始进入房地产这个领域。在过去的几年内呢，我们当然挣过钱，但是也走过弯路，吃过一些苦。不过也认识了非常多很厉害的人。那我们拍摄这些视频呢，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历和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你无论是想要买自住房，还是想要投资房地产，都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帮助还有建议。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感兴趣的话，请你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亮小铃铛。好的，那我们还是老规矩，先来说一下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的基本信息。这个房子呢，还是在纽约长岛的 Great Neck。我前面已经说了，虽然它是 co-op， 但是它比较特殊的点呢，就在于它是有独立后院的，并且你还会有自己独立的出入口，所以它整体感觉呢，会像是住在一个联排的小房屋一样。它并不是那种公寓楼里面你一进去，然后每一家每一户分开的，它更像是一个院子，然后里面每一家每一户呢有自己独立的进出口。所以这套房子比较特别的点就在于这里。在纽约呢 ，co-op 从管理上来讲，一般都是更为严格的。和其他的几套房子相比呢，由于你对 co-op 没有产权，所以你的自由度会打折扣。那 co-op 一般都是不允许出租的，或者说 board 对出租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。今天这套房子呢，虽然它是 co-op， 但是它从管理上来讲呢，相对是比较松、比较灵活的。它允许你出租，只要你作为买家住满了3年以后，你可以往外租，最多呢可以租2年。它其实这个呢也是考虑到一些买 co-op 的买家会像我们一样是比较年轻的夫妻，所以可能你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呢会有一些变动，所以它会提供这种灵活性。我认为这个在 co-op 中是非常难得的。这个让不让出租呢，其实有好也有不好。它有一些 co-op 的管理层呢不让出租，是因为他会觉得你租出去呢，在这里居住的人肯定就会杂一些，他肯定其他的住户呢居住体验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这个呢反正是见仁见智，咱们今天就不细说了。现在咱们就去看看这套房子吧。这一片虽然也是 co-op， 但看上去就跟个独门独栋的小院似的，一座一座的。In my first showing, people believe here. Definitely much right here. 你看这是独立站。You don't want to? No, yeah. 那也可以，比想象中的稍微小一点。OK。也不能叫不能小，就是小莲台。
啊。这套房子就是带一个小院子，一共是2层，1层是客厅，2楼是卧房。这个小院子感觉还挺舒服的。这个房主也挺就是养生的，花花草草啊摆的都挺好看的。Respect the bunnies. Okay.专门拿一间房子养树子，我也是挺佩服的。哇。I've been so many seminars, we've had so many videos, Zoom chats, meetings, and so. 好的，那现在已经看完这套房子了，咱们就来大概的总结一下。因为看过我们前面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已经是看的第3套就是公寓类的房子了，不管是 condo 还是 co-op， 所以我想给大家呢，根据前面2套我们看过的来做一下比较。和第1期我们看过的 co-op 比起来呢，这一套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，因为它有一个后院，它自己里面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干机。另外呢，它因为分成了上下2层，所以居住的时候呢，感觉会空间上好像感觉更大一些，而且它还会多半个卫生间，因为它是2个卧室，然后1个半卫生间嘛，跟第1期咱们看那种小的 co-op 比呢，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。但是呢，它的劣势就在于一共有2点。第一点是这个房子没有自己的停车位，因为这个房子它盖的时间比较早，所以这一个区呢，它当时没有规划好停车位，就让大家去接趴。那跟第1套比起来，你会有自己的车位或者车库，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。第2个缺点呢，就是这套房子它从实际面积上来讲，并没有比第1期我们看过的那种 co-op 要大太多，但是它的价格呢要贵至少10万美金，所以其实性价比来说，我觉得一般吧。那和第2期的 condo 就是高档公寓比起来呢，那这一套的缺点也比较明显，就是因为自由度。我前面已经说了，你买 co-op 自由度一定会打折扣的。你像第2期我们看那个高档公寓，他的那个房主就说他刚买了一套房子，先租出去了7年，然后后面才搬过来自己住，这在 co-op 里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想都不要想。co-op 既然你买的不是产权，而是 shares， 就是股份，那你肯定是要被董事会，就是整个 board 来管理的，你的话语权肯定是大大的降低了。如果你想买一套 condo， 你只需要和卖方经纪人
还有银行打交道。但如果你要买 co-op 的话，还要接受董事会，也就是 board 的面试，你还要填申请，这个流程会比较长，也会比较的复杂。所以呢 co-op 和 condo 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这一点。如果你想买一套 co-op 的话，既然你要和董事会打交道，那这个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头疼的事情。第一个例子呢，就是说这个 co-op 的董事会很可能对贷款额度有要求。我们很早的时候曾经看过一套，就是曼哈顿里，就是纽约城里的房子，那个也是一个2室1厅的 co-op， 当时它要价才30万到40万美金，但是它要求全现金，不接受贷款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年纪能够一下拿出来30-40万美金的，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。所以很多的 co-op 都会有这种，比如说对于买家贷款额度的要求，或者对于买家现在就是背负的贷款的情况的一个调查。比如如果你要是有学生贷款，或者是说你之前买了车有贷款什么的，它都会要求你出示非常多的资金证明，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因为 co-op 是大家共有产权的，所以你想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能卖给谁，卖多少钱，董事会是可以直接的否决的。比如说你觉得你卖的时候，我想要尽快出手，我想要卖一个比市场价低一点的价格，能够赶紧卖掉，董事会是完全可以拒绝的，因为他觉得你这套房子卖低了，会影响他这个区里面其他的 co-op 的房价。再比如说，你找了一个买家，你觉得还不错，但是董事会其实是可以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这个买家拒绝，所以很可能你准备卖房的时候，可能找了10几个买家，都有可能被董事会拒绝掉，所以你卖房子的时候，这个自由度也会受到影响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就说 co-op 一定不好呢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 co-op 的价格呢是真的很低，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买家作为第一套房子的起步。虽然不能租，但是你自己买一套 co-op 住，总好过你给其他的房子交租金吧。而且呢，董事会提供这么多的条条框框，其实也是为了就是住户的体验来考虑的。他必须要对现在已经住在这个 co-op 小区里的人负责，要保证这个 co-op 的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，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你找一个买家，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买家不行，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有好有不好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，如果你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30岁左右的人，你看 co-op 买一套，肯定比你租房划算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对于视频中的内容呢有任何的问题和感想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一定会一一回复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大家如果对房地产感兴趣，尤其是在美国东部看房买房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关注这个频道，订阅我们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更新啦。那咱们现在就到这儿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